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手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，我第一次听到时觉得，哇，怎么这么简单？但后来我发现它可能是我这辈子学到最重要的观念之一。真的，它彻底改变了我看待失败、看待挑战，甚至是看待我自己能力的方式。这次的内容就是要告诉你，有一种心态，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能力，一种能让你不断进步的超能力。我们先从一句话开始看起。这句话说，如果你得到不及格，你会想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但如果你得到的是尚未做到，你会明白，你正走在学习曲线上。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一位非常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洛·杜威克。他点出了一个我们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：考试考差了，拿到一个红字，心里是不是瞬间凉了半截，觉得完了，我就是个失败者？那种感觉真的很糟，对吧？它就像是一个最终判决，直接在你身上盖了一个卤蛇的印章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成绩单上写的不是不及格，而是尚未做到，哇，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它不是在否定你，它是在告诉你，你不是失败了，你只是还在学习的路上，你还在这条学习曲线上。光是这一个词的转变，那个力量真的超乎想象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不就只是个文字游戏吧？这可不是凭空想象的哦。在美国芝加哥就真的有这么一所高中，他们做了一个超大胆的实验，就是彻底废除了不及格这个评分。在这所学校里，如果学生没有通过某个科目，他们拿到的成绩就是尚未做到。你看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词语转换，意义却是天差地远。他把一堵宣判你失败的死墙，变成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。他告诉学生，失败不是你的终点，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，你还有机会，你还在进步的过程中。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改变，揭示了两种足以影响我们一生的截然不同的人生观。好，重点来了。这个尚未做到的简单概念，启发了杜威克教授，让他发现了一个影响我们人生成败的关键心理因素。他发现人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，内心基本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业系统在跑，而你用的是哪一种，将会决定你活在一个处处是限制的世界，还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两种思维到底是什么。第一种叫做固定型思维。抱持这种思维模式的人，他们打从心里相信，我们的聪明才智，我们的能力，基本上是天生的，是固定的，是没办法改的。就像你的电脑硬体格格一样，出厂就决定了，没得换。你要么就是那个会读书的料，要么就不是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测验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断地向世界证明自己到底够不够格，够不够聪明，够不够有才华，压力真的很大。而另外一种呢，则是完全相反的成长型思维。拥有这种思维的人相信，能力不是刻在石头上的遗传密码，而是可以透过努力、奉献和学习来培养的。他们不认为自己被天分所限制，他们相信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肌肉，你越是锻炼它、挑战它，它就会变得越强壮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人生不是一场证明自己的考试，反而像是一趟充满乐趣的升级打怪之旅，目标是学习与成长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我们来看看这两种思维在面对挑战时反应有多么天差地远。杜维克教授做了一个很经典的实验，他给一群10岁的小朋友做了一些对他们来说有点难的题目，结果呢，那些有固定型思维的小孩，他们觉得这简直是悲剧，是灾难。他们会说，我失败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解不出来就代表自己的智商正在被公开审判，而且他们搞砸了。他们被困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的暴政之下，现在的失败就定义了他们的全部。但另一边有成长型思维的小孩，他们的反应真的会让你下巴掉下来耶。他们会兴奋地说，我超爱挑战的，或是太棒了，我希望这能让我学到东西。
他们把挑战看成是一个让自己变强的机会。他们关注的不是现在的成败，而是尚未做到背后那无限的潜力。你看，同样一个挑战，在不同思维的人眼中，竟然是地狱跟天堂的差别哦。那么，当固定型思维的人真的失败了，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？这才是最关键也是最可悲的地方。研究发现，他们会倾向采取一些非常消极的应对方式。首先，他们可能会选择作弊，而不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努力是没用的啊，反正自己就是不够聪明嘛。再来，他们会去找那些表现得比自己更差的人，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。这是一种很可悲的自我安慰，对吧？但最糟糕的是，他们会从此逃避困难。只要一闻到有挑战性的味道，他们就马上躲得远远的，因为他们再也不想经历那种被证明是个失败者的痛苦感觉。最终，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停滞不前。你可能会想，阿修，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这会不会只是一种心理作用，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灵鸡汤？这就是接下来最猛的地方。科学家们发现，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，不仅仅是想法不同，而是真真切切地写在我们的大脑活动里。这不是哲学，这是可以被观测到的神经科学。所以，当我们犯错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大脑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两种思维模式的人，他们的大脑运作方式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？科学家就带着这个问题，把受试者带进实验室，让他们带上脑电波仪器来一探究竟。结果真的非常惊人。你看左边，这是固定型思维的人在犯错时的大脑活动，几乎没有任何活动，他们的大脑一片死寂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在逃避错误，他们完全没有跟这个错误进行互动，他们的大脑直接选择关机，不想处理这个令人不快的资讯。但你再看看右边，这是成长型思维的人，当他们犯错时，他们的大脑就像着火了一样，神经活动超级活跃。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现象时，甚至给了它一个专有名称，叫做错误相关负波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大脑在侦测到错误时发出的警报讯号。固定型思维的人，这个警报器几乎是静音的，但成长型思维的人，警报器是活力全开。这张图完美地展示了一个核心观点：成长型思维的人，他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一个学习机器，他们会把每一次的错误都当成一次让神经元重新连接，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的机会。这真的太酷了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了成长型思维有多么强大，而且还有科学背书，那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培养自己，或是我们的下一代拥有这种思维模式呢？我们要如何搭建一座通往尚未做到的桥梁？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些非常具体，可以马上实践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抛弃一个流传已久，但其实超级有害的习惯，那就是称赞一个人的天赋或聪明。这听起来很怪，对吧？我们常常会对小孩说你好聪明哦，或是对员工说你真有才华。我们以为这是鼓励，但研究发现，这种赞美方式反而是把人推向固定型思维的毒药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一直被称赞聪明，你就会开始害怕做任何可能让你看起来不聪明的事情。你的人生目标会变成不断的去寻求外界的肯定，来证明你依然很聪明。杜韦克教授就提到，现在很多企业的雇主都跑来跟他抱怨，说他们养出了一整代年轻员工，如果一天没有得到奖励或肯定，他们就活不下去。这就是称赞天赋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4个字：称赞过程。我们不要再称赞结果或天赋了，我们要去称赞那些可以由个人掌控的过程。比方说，你可以称赞他的努力，你为这件事付出了好多心力，真的很棒。你可以称赞他的策略，我喜欢你尝试用那个新方法的思路。你可以称赞他的专注，你刚刚在做那件事的时候真的非常专心。你也可以称赞他的毅力，就算遇到困难，你还是坚持下来了，这点非常了不起。最后，你可以称赞他的进步，你看，跟你一开始比，你真的进步了好多。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称赞时，我们传达的讯息是：嘿，我看重的是你的努力、你的策略、你的坚持，这些才是成功的关键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。长期下来，这种过程称赞法会培养出内心强大而且极具韧性的孩子。
他们不会害怕失败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他们愿意投入过程，他们就永远在进步的路上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这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在真实世界里，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？接下来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些真实世界发生的奇迹。这些案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把成长型思维和尚未做到的力量应用到整个教育系统时，一场真正的革命就会发生。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，95 percentile， 95%，这代表什么？这是在纽约哈林区一个幼稚园班级在全国成就测验中得到的成绩。他们只花了1年的时间，在一个充满成长型思维的环境中学习，成绩就从落后一路冲到全国的前5%。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？这些孩子里面有很多人刚入学的时候是连铅笔都拿不稳的，这根本就是教育界的奇迹，对吧？而且这不是单一事件，不是特例。在南布朗克斯区，一群4年级的学生，他们原本成绩远远落后，但1年之后，他们在竞争超激烈的纽约州数学测验中，变成了全州第1名。还有个更猛的例子，在一个美国原住民的保留区，那里的学生长年以来在学区都是垫底的，但导入成长型思维教学后，他们在短短1年半内，成绩像坐火箭一样冲到全学区的顶尖。你知道他们打败了谁吗？他们打败了西雅图那些住在富裕地区，家里可能都是工程师的孩子，也就是所谓的微软小子。这强而有力地证明了，潜力跟你的出生、你的背景无关，但跟你的思维模式有绝对的关系。这些惊人的转变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努力和困难这2个词的意义被彻底重新定义了。在过去，当这些孩子遇到困难，付出努力却还是做不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我好笨哦，我不是这块料哦，然后他们就想放弃。但是现在，在成长型思维的教室里，当他们遇到困难时，老师会告诉他们：太棒了，这就代表你的大脑正在成长，你的神经元正在建立新的、更强的连结。困难不再是愚笨的象征，而是变聪明的信号。这种思维的转变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。杜威克教授曾经收到一个13岁男孩写给他的信，信的内容让他非常感动。里面是这么说的：我现在才意识到，我过去浪费了我人生中大半的时间。大家想一下，一个13岁的孩子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因为他开始把成长型思维应用到课业上、跟家人的关系上，还有跟同学的相处上，结果他在所有方面都看到了巨大的进步。他才惊觉，过去那个害怕失败、逃避挑战的自己，到底错过了多少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：我们的能力真的是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吗？还是说，他们其实只是尚未被完全开发出来而已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你未来人生的走向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我们的大脑和能力并不是固定的，而是可以透过努力和学习来成长的，这就是成长型思维。第二，要培养成长型思维，关键在于称赞过程，而不是称赞天赋或结果。第三，当我们把失败看作是尚未做到时，每一次的挑战都会成为我们大脑升级的机会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